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还不速速下载斗破苍穹怒火云岚提升斗气？从今以后，你是本王的。毛教师，您急匆匆赶来是有何指教？陈院长他在吗？他，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看见他了，不知道这几日指导学生陈院长辛苦了些，正在藏书楼休息呢。哦，想必你们已经听说了，南方圣女退位，新晋圣女已经回到了京都。哦，徐有容已经回来了，怪不得。真伪与我柔情是谁？潜入心碎3000弱水，取一杯饮刻骨之锥。烛残余零碎，剑锋映双辉，唯得逍遥以几度细微。莫如穷途泣不累，热血映如飞，此楼生俯仰无愧。也曾历遍死生之味，苦乐百般滋味，万千星辉洗炼满身疲惫，能对浮生望两魑魅，总有倾城之美，闭上眼，我心中只见你的美。可让我抓住了！这几天一直见不到你人，在躲什么呢？下午毛教师来过了，他让我转达你。我知道了，他已经回来了。那天去徐府之后，我总觉得有些抱歉，但希望徐姑娘最终可以理解。去过中原，遇到你之后，我才明白感情是怎么一回事。这不是一纸婚书所能强求，但是我还是失去了你。为了徐姑娘能够比我幸福，我会当面跟她解释清楚所有事情。那么婚约被教宗解除这件事情是真的喽？外面都传疯了。我现在不能回答你。啊？对我都不能说？哼，你就憋着吧，我不管了。唉，你也不懂我心思。待徐有容回京后，我会让他了解整件事，由他先向世人宣布解除婚约，再由我来接受这一切。百花巷里新开了好多酒楼啊！唉，听说我们的学生近来常爬墙出去喝酒，门禁严也挡不住啊。年轻人嘛，总要做些年轻人喜欢做的事情，比如吃饭喝酒、引吭高歌、畅谈人生什么的。
退，旗下正位，与我柔情是谁？情感如故，也许便是这般的感觉吧，真好。如果离开了周原，我们还能见到吗？如果能离开的话，其实现在也蛮好。其实，也许这是我一生里最不孤单的时候了。周玉人当年进京，真是险些遇害。那时我还年少，和学士府的表小姐一道站在城湖楼上偷看，那热闹。想要坐稳南溪斋斋主的位置，成为整个天南都认可的圣女，便得脸皮厚，也得把身子骨弄得强些。脸皮厚不是什么好事。看你这小脸都红了。想要把身子骨弄得强些，就应该开始吃饭了。现在的孩子们都不怎么爱听我们这些老家伙说话了。娘娘才不老呢，娘娘永远不老。几年没见，你这小嘴啊，还是这么甜。好，吃饭就不要说话了。你对陈长生退婚的事情究竟怎么想的？他竟然对我提出退婚，不高兴了。陈长生这家伙惨了。不过，他倒是没有欺骗初见姑娘。师父外出云游之后，需要安抚弟子们的心绪，压力陡然而来，有时真不知该怎么应对。你师父在时，也不过是座神像罢了。以你的悟性，此事何难？我倒知道你真正的压力是什么。情之一字，最是害人，能避还是避开吧。娘娘难道看出来了些什么？只是那件事不会有任何人知道，陈长生也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怎么办呢？如果一定要和他打一场，怎么打？实在不行，那就输给他。他离开之前有什么要对我说的？师父说，希望娘娘不要太操心国事，多过些自己的日子。真是愚蠢！这世界上生存和获得最高的权利，对女人来说何其艰难。你师父的天赋智慧更是万中无一。我以为他会和别的蠢女人不同，结果这么聪明一个女人也过不了情关。凭什么女人就只能过那种日子？苏师叔说，娘娘您一定会这么说，果然无差。哦，那小苏是怎么说的？苏师叔要我对娘娘您说，孤家寡人不好做，何必强撑着？娘娘，您也不要怪师傅了，能说服苏师叔与他一道去云游，不再阻挠南北河流事宜，便是他的考虑。您总说情之一字不好，但现在看，这一情字倒是南北河流的前提了。你师父最美好的岁月都枯守在圣女峰上，他却在外面吃喝玩乐，最后玩腻了就回头再去找他，然后一起看黄昏日落，说那有多美。哼，就算治国如一齐，我也不会与敌人这般对子，因为不划算。他就这么走了，把你个丫头留下来，也不担心，最终还不是要我来操这份心？真是和男人在一起就变笨，碰上我就比谁都聪明。
反正我也是娘娘教大的，娘娘再多教几年也好。不是教，是交流。你已是南方圣女，要替男人多考虑，这才是你的立身之本，哪怕将来需要反对我。明白。男人看不得女人高高在上，所以你师父之前的几代圣女，基本上都很少离开南溪斋。表面上是在研读天书碑，忘了红尘意，实际上他们也清楚，适当保证自己的存在感就好。但我并不想成为这样一尊神像，那该怎么做？男人不喜欢我们高高在上，我们就要高高在上。这便是娘娘的意志，是对今后我圣女生涯的提醒，也是对接下来这场战斗的要求。我不能输。双儿，小姐，恭迎圣女。蓉儿，穿这么少，冻着了怎么办？哎，吴家凤凰儿又岂会被人间的凡风俗雪冻着？数年不见，蓉儿真是长大了，居然真成了圣女。还是家里的床睡着舒服呀。小姐，这太不雅了。怎么了？谁敢欺负我们双儿？双儿的处境何足挂齿，可是小姐您怎么能被人欺负呢？傻妮子，谁敢欺负我？在周园里，我都把男客给打的。小姐，你知道我说的是谁？有件事我要问你。什么事？当初你说他和洛洛殿下在国教学院里，你是亲眼看到的。小姐，你好不容易回家一次，替那个无耻之徒做甚？据说国教学院的旧门已经换成新的了。哎，小姐，外面冷。啊，这是什么鸟？一只山鸡。啊，圣女峰果然不是普通地方，连山鸡居然都长得这么凶恶。那它吃什么呢？它喜欢吃肉，家里如果有蓝龙虾，弄点给它尝尝。家里没有，整座京都现在都吃不到蓝龙虾。国教学院把城湖楼买了下来，只有那里才吃得到。哎，小姐，家里有上好的小牛肉，我去取些来。原来这整整半天时间，你都在国教学院玩呢。那你告诉我，他在京都是怎么过的？哎，小姐，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去啊？是的。您去见莫大姑娘吗？嗯。国教学院与这藏污纳垢之处竟只有一街之隔，都是做院长的人了，也不管管。那边应该是他在周园里常提到的藏书楼吧，是他每日修炼的地方，而且还在那座楼里找到了自己的命星。
境界与我相似，但即便完全恢复到巅峰实力，我依然不是他的对手。到底是谁？等你伤好再来请教。原来是他。只有淡淡的皂树叶味道。这家伙该不会受洁癖吧？怎么都是志怪小说？他自幼通读道藏，现在到不思进取了。保存的不算好，但总算还是留着。原来还是个念旧的人呢。这是谁的长发？这扇没有关闭的窗户，难道是给谁留的？陈长生，别怪姐姐没和你说，你那位未婚妻对你怨气极重。你可得小心些，他那小脾气发起来，你可千万不能跟他说我经常来你这儿睡觉的事，不然，能不能当作没看见过我？我已经看见你了。你先不要急着问，让我自己先解释一下当前的状况。你慢慢讲。首先，你要冷静地听我解释。小脾气那句算是我背后说你坏话。但睡觉这个事情，你可一定不要理解错了。继续，睡觉只是睡觉，不是你想的那种睡觉。哦，那是哪种睡觉呢？反正你千万不要误会。他怎么好像还刚刚洗过澡？请你告诉我，怎样才能不误会？这个故事很长，我想你也没有兴趣听。你呢？回京第一天不待在家里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圣女洞凡心了？当时你在信里面说他与小黑龙的事情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千真万确，他那时候和他就是抱在一起，但就像你现在看到的，眼见也未必为实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不会真是对他有意思吧？难怪回京第一天就来看他。我与他有婚约在身，回京后来看看他是很自然的事。当初你在信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为了破坏掉你们的婚约，我付出了不少代价。陈长生现在可不是一般人，我得罪的是国教学院的院长，未来的教宗。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你真准备和他在一起，我可和你没完。代价确实不小，但他应该不会觉得这是冒犯或得罪吧？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教宗已经解除了你们之间的婚约，就算我和他如何，你能怎么样？不用你管。那你到底怎么想的？还是不用你管。你就憋死自己吧。他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要生气了，他好像在那边。公子，我给你倒酒。好酒，好酒。哎呀，先生，对不起啊。姑娘不用了，不用擦了。我就说了，我不来。叫人回来就回来了，怕什么？他难不成还跑到这里来监督你啊？我怕什么？这场比武该打就打。我不是怕打，在周原里，在雪地里，为了保护我要保护的人，我可以不顾性命去战斗。但和徐有容这一战，其实不是为了保护这个世界啊。哼，说什么大道理？来来来，喝一杯。就是啊，还真是放浪形骸。深记故事风影，月落前尘如迷。千丈无数荆棘，如梦思念是你。
银河为盼，星为期，落自万千无中期。回首间往事无影，八方风雨为敌，汹涌暗潮难平。明日不知何去，天书中也无题。浮世苍生如眼底，心中答案仍难觅。唯有仗剑行天际。